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样的地方探险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坟墓区。当然，我不拍坟墓，我就可能会扫过，但我不会去拍坟墓，因为坟墓今天只是个配角。而今天的主角呢，据说它以前是一个养殖场。那它为什么会废弃呢？据说第一个原因，它的地点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在坟墓这个区域当中。第二点，因为养殖场本来就嫌恶设施嘛，那有一些地方它自然就会离住宅区比较远，只要太近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被抗议。第三点，因为它发生过一些怪事，会不会是因为坟墓的影响呢？不知道，但可以来问问看。至于今天这个地方的废弃原因，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了。而我相信你们知道或听到这个地方在坟墓区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它一定有问题，对吧？没有错。好，那至于它有什么问题呢？接下来我就一边走一边带大家去一探究竟吧。这里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一个荒山野岭，但你说它荒山吗？其实远处的山上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光亮、灯光等等之类的。那你看到这个，你觉得它是什么呢？假如你觉得它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地的话，那你就错了。假如你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你对我也是太不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跟大家讲过，其实我不太会拍人家的坟墓嘛，对不对？但没有办法，因为今天的目的地我刚刚也介绍过了嘛，是一个养殖场，它就在这个坟墓的周围。好，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要先测测看这边的磁场哈。那先跟大家讲哈，因为小弟现在人还不在台湾哈，所以下礼拜回来应该赶得过来吧？对啊，那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说，这在冲绳拍摄其实还蛮精彩的哦。对啊，来吧，先测一下磁场。哈哈。其实磁场还蛮强的哈，大家有没有看到？但这种地方磁场强其实不意外啦，因为坟墓区，我想这个时间就是他们的时间嘛，对不对？那强也是很正常的。那个不好意思哈，因为刚刚那个人形探测手机录影有电话来，所以有稍微卡了一下哈。然后从这角度看过去，你们有发现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侧面应该还好吧？对啊，不要是正面就还好了。对啊，不好意思各位，好有点打扰了哈。那接着我们继续往下走。为什么要往下走呢？其实我必须坦白跟大家讲，其实它的入口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有点小，所以呢，我是从它的山上这样慢慢拍下来的。对，所以说是这样反过来拍这样子。对，那也因为今天地方比较小，所以呢，我应该会让大家看完全程。那会员版的部分就是可以看到沟通的部分哈，那非会员版的朋友就稍微抱歉了哈。然后这里有一条路好像可以下去，但这不是我要的目的地哈。但是有点好奇，这里会有人走吗？这应该是那种山径吧。对啦，这里面有个峡谷哎，峡谷当中会不会有坟墓呢？好像没有，但有一个渠这样子，然后抽水的山泉水这个样子。好奇，稍微看一下哦。对啊，对，因为为了这次要去冲绳，所以说影片有点赶哈。但是啦，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啦，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小等等之类的，但我必须说啦，有故事的地方我就一定会来。
没有故事的地方，其实我就算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给大家，不是吗？对啊，这一点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哈。然后这次冲绳的话，那个我主要不是去拍片，我主要算是要去帮日本老板做翻译哈。不好意思，各位好人打扰了哈，因为这边有一个坟墓，所以拍片还是会拍啦。可是我必须先告诉大家，就是冲绳社长有点偷懒，其实他没有很努力的找点。我有可能会重返啊，对啊。但我跟他讲啊，我相信一定会很精彩，因为社长又跟我讲了很多东西。OK， 刚刚一直有听到消防车的声音，好像是对面好像有火灾这样子，对。所以刚刚听了好长的那个消防车的声音啊。可是说坦白的，假如是救护车声音，那会更加的恐怖哦。来吧，这里就是我停我战车的地方哦。人行我好像都没有注意在扫哦，有类似的，但我不确定呢。但是啊，我必须说啊，这地方即便有，我也不意外；没有才觉得奇怪，不是吗？啊，小弟的战车，来，你有没有看到这森林当中藏着些什么呢？没错，就是一间屋子。那这间屋子呢，也是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的一个地方，这个样子。那至于这个地方，它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就来告诉你们吧。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们已经看到它的外观了，它是一个养殖场。那其实呢，有时候又有一说，养殖场或者是屠夫，他们的那个煞气比较重，所以好兄弟不太敢靠近。但是因为台湾现在都属于电宰的，没有在私宰的，所以这个地方它并没有什么杀戮之气。好，那这个样子，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又会有事情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坟墓区嘛。那在坟墓区的时候，你觉得动物会不会有感应呢？其实我必须说很悬。不要说我们知道的猫跟狗，其实有很多动物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得到或感觉得到好兄弟。为什么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养殖场它其实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坟墓旁边。那在坟墓旁边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诡异的状况。其实当初盖这个养殖场的一家人，他并没有想说那么多，因为坟墓嘛，它本来就是远离人群。其实盖养殖场也算蛮不错的。为什么？其实有很多养殖场在台湾的，基本上也都是在坟墓啊，或者是在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啊，因为它有一些臭味嘛。那当然，当地的人没有想太多，所以说，据说在盖这一个养殖场的人，他也没有什么宗教的信仰，所以他里面也没有放什么神坛，更没有去拜什么地基主或是来打个招呼，他就直接盖。那这就是他所犯下的第一个错误的地方。好，再来，为什么会说是他错误呢？因为他当盖好了之后，他也开始在饲养一些猪只等等之类的。一开始觉得还好，但慢慢的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为什么不太对劲呢？因为他的猪只要到晚上的某一个时间，不知道是哪个时间呢，就会显得相当的焦躁不安。本来应该他们是好好的在睡觉，可是整个猪群就会开始乱窜乱动，仿佛在躲避着什么东西，相当的害怕，然后甚至会哀嚎、会叫等等之类的。然后呢，身上就是因为这样撞来撞去，这身上常会出现一些伤口嘛。那当然，
这个地方的人管理者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想说是怎么回事。那刚好这地方其实还有空间，他就想说，要不然就是住在这里一个晚上，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的猪只会受这样的伤呢？然后他就住了。结果住下来了之后，到了晚上某一个时间，猪只又开始这个样子躁动不安。疯狂的，甚至去撞栏杆等等之类，甚至到最后有些猪只因为这样撞到后面，挤来挤去，到最后不幸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这个主人当然他也是损失了嘛，他想说奇怪，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就装了一个摄影机，然后装了摄影机之后呢，他前面几天倒都还好，但是猪群只要到晚上的特定的一个时间，就会开始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他过了差不多1-2个礼拜之后，他每次只要猪只开始躁动不安的时候，他就去看摄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着看着，他看到在他的猪圈里面有好多黑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仿佛在驱赶这些猪只等等之类的这个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到最后，这个屋主感觉有点害怕，想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来拜个拜。然后拜完了之后，就想说看看有没有改善。这个状况你觉得有改善吗？没有，因为他拜得太晚。最后他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有人在敲门，在给他敲门。他去开门的时候也没有半个人哦，没有半个人的一个情况下，甚至他会在他的猪圈里面看到只有半截身体的人飘过去，他并没有下半身。然后他看到飘过去的猪只就像发了疯一样哀嚎啊等等之类的，弄到人心惶惶。好 ，OK， 那我说到这里是坟墓区嘛，对不对？那就一个问题来了，这里会不会有人来？会来扫墓的人。据说有人来扫墓的时候，经过这个屋子，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深的，经过这个屋子，他去扫墓时还好，但回来的时候有点晚了。他在里面听到了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废弃了哦。最后他就好奇，想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稍微的瞄一下，看到了有几个黑色的影子在那个地方。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那个人，那个妈妈还是谁我不知道，就扫墓的人，就那个呢佛号一直念到后面就赶快离开了这个地方，就这样子回去收了监照纸，才知道他煞到。至于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会不会就是我所说的他没有拜拜，没有告诉这边的好兄弟等等之类的？接下来我们就用器材来问个清楚吧。好，介绍完这边的故事之后，对啊，对面山上有烟呢，然后这边都是空地啊，这个是通到哪里啊？应该是人家坟墓吧。来，这里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呢，我必须很遗憾的说，它这个里面目前是进不去的一个状况。那里面有着什么样的东西呢？我只看到中华台北的棒球行李箱，我觉得这好像就堆一些杂物吧。然后有一些地方因为摄影机放不进去的关系，我应该会用相片做代替哈。来，这一间屋子就是故事当中的养殖场。对啊，进不去，都已经多久没打开了？上面都沾了，好像是鸟的便便之类的吧。磁场探测呢？再试一次看看吧。嘿，里面反而没有坟墓墙哦。问个问题哈，各位同学你们好哦，现在你们是不是都在外面比较多呢？是的话，可以请给我一些能量上的反应吗？谢谢。可以再强一点吗？谢谢。
看样子，我必须说，我有点意外，外面竟然比里面强。然后这一间应该是以前堆杂物或饲料的吧。然后刚刚故事当中有说到那个住宿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一间吧。然后它这一间还有一个像是浴室的地方哦。对啊，这是浴室。然后呢，这里就是他之前的一个养殖场。其实我必须说哈，养殖场我拍摄的并不多，但我之前知道有一个是屠夫之家，那时候早期还没有那个电载的时候，但那个地方很遗憾的，现在之前已经拆掉了。之前我想要去拍，但已经拆掉了。然后现在变成这样子。现在只能来这个地方了，对啊，这个地方是养猪还是养鸡的？我觉得我没有养殖的经验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了。但我必须说，我还以为会有更多东西，因为之前去那家养殖场好像是包含他的住家也在里面吧，所以那个时候东西很多。我以为这个也是，结果空的，没有关系啦，因为这个地方有它这样的一个故事存在，所以呢，我还是必须要来问一些问题。但是这里比较靠近坟墓啊，我在想，会不会这里的磁场会比较强啊？磁场还真的还好哎，对啊，反而外面比较强哎，我不知道哎，但难道在外面做沟通吗？我觉得在里面做沟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吧。我只能说哈，今天的拍摄哈，不知道为什么，一下救护车的声音，一下消防车的声音，今天的干扰真的还蛮多的耶。也不知道今天这里是风水哪里出了问题，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安定这个样子哈。对啊，有没有听啊？救护车、消防车，对，这个地方就只有这个样子。然后竟然意外的是，里面的磁场比外面的还要弱。照理来讲，应该是里面要比外面强，因为大好兄弟其实比较喜欢聚集在房子里面。但没有关系，问与答还是做，还是来问问看，他们到底是在哪里这个样子。那接下来问与答的部分就是会员专属的部分哦，所以要先跟非会的朋友们说声拜拜喽。各位好兄弟们好哈，想请问一下哈，你们是不是常常会来这边游荡呢？是的话，可以请您摸一下好吗？谢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哈，之前这里是一个养殖场，对吧？奇怪，都没有反应。各位好兄弟，不好意思哈，可以请你们靠过来吗？小弟有些问题想要问你们，谢谢。第三个问题，你们现在有靠过来吗？靠过来可以请你摸一下好吗？谢谢，拜托，谢谢，谢谢。你们之前是不是这边有人的时候，你们常常会过来这边游荡呢？是不是因为你们不高兴，或者是没有人跟你们打招呼，你们才会一直过来这里游荡呢？是的话，请摸一下好吗？谢谢。接着，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之前是不是会捉弄这里面的
那些动物们呢？是的话，可以请摸一下好吗？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你们生气的主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来跟你们打招呼嘛，对不对？那动物跟你们没关，为什么你会想要？这个不能用这样问。你们是不是都是从旁边的你们家过来的？是的话，请摸一下好吗？谢谢。这个应该是风啊，因为今天风还蛮大的，所以会有一些敲击声。那再来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们这里以前是个养殖场，对吧？好多声音哦，所以之前去闻呐。有人在这边看到黑影，我想请问一下，那是不是你们的？是的话，可以请您摸一下好吗？谢谢。好的，我知道了。那小弟接下来还有一台机器可以跟你们做沟通，它可以收到你们的声音。那接下来我们用灵魂盒子来跟你们沟通吧。各位好兄弟们好哈，小弟这边还有台机器，想跟你们请教一些问题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们在这附近大概有多少人呢？54吗？好像都有听到一个回复哈。那再来就是。你们是不是很讨厌不尊重你们的人呢？所以猪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你们呢？我在一边拍摄，我明明擦了防蚊液，我还是被蚊子咬得乱七八糟。这里叫我防蚊液不能买。那我想请教一下哈，你们这一家养殖场离开了，真的是比较开心。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当初他们有先跟你打招呼的话，你们会不会比较开心？那剩下的回去再听。今天的影片就先拍摄到这地方为止。
来去做个 ending 吧。好，拍摄完今天这地方我必须说这个消防车声音其实响了很久哈。OK， 好，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说啦，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有一些文化习俗，遵守一下其实也不会怎么样，你就拜个地基主啊，或者是跟土地公打个招呼啊，这或多或少都会帮助到你，起码求个心安嘛。有时候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当然啦，因为现在很多房子都是盖在市区，或许你没有这样的习俗，但假如你今天是搬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呢，你知道这块土地以前是什么吗？你不知道的话，最好还是拜一下哦。好，不管怎么样啦，今天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太多事情啊，当然也不是天天都在碰到诡异的状况。但我必须说，这次冲绳日本的拍摄其实还蛮精彩的，虽然是重返了。对了，因为我现在人也不在台湾，所以说某方面来讲，在台湾的场看上面稍微会比较慢一点。所以这一段时间，今天这一集就一个轻松小品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好，不管怎么说啦，最后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假如你遵守一些文化习俗，或许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然后呢，最后就是跟大家讲，我冲绳的一个老板，他是说希望我可以去帮他拍摄一些冲绳的一些在地美食跟观光的影片。那我现在其实还在想了，当然我只要拍摄的话，我不会放弃灵异这一块，因为只要有你们在，我就不会放弃。所以说还不知道啦，因为还没决定啦，所以说我会再想一想，假如有的话，我会再跟大家说。好了。那我是够少的秦明，那今天影片就拍摄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